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。相信現在正在聽課的各位同學，大家的漢語水平已經非常好了，所以從6級的課程開始呢，老師的語速也不會太慢了。如果大家有任何不懂的問題，歡迎大家到我們的網站或者微信上邊給老師留言。好，我們廢話就不多說了。從今天開始呢，大家將要和老師一起學習6級的閱讀部分。相信之前呢，大家已經聽過楊老師閱讀第1部分的課程了。閱讀的第1部分是很多同學頭疼的問題，因為他要讓你去找病句，對不對？但是有了楊老師給大家做了一些非常細緻的講解之後，你對第1部分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。而從今天開始呢，大家將要和我一起學習閱讀的第2、第3和第4部分。從這節課開始，我們要一起來學的是閱讀的第2部分。有沒有同學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第2部分要考你什麼呀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老師我不知道，那請你趕緊去做練習，趕緊去做模擬考試的題目，去做一做真題。因為6級考試當然考你的是方方面面了，而你都要準備參加考試了，還不知道要考什麼，那你怎麼能通過考試呢？所以同學們趕緊去做題哦。如果你知道的話，那其實第2部分我們都知道它考的是什麼呢？是給你幾個詞，讓你把这些詞放在句子當中，選出正確的詞彙，對不對？其實它就是考你，有時候有的同學會說是近義詞的辨析，有可能是的，因為在給你的選項當中 A、B、C、D 很有可能某一個空，這4個詞長得都非常像，它有可能是一些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或者量詞，但是呢都好像長得差不多，意思好像也差不多，所以很多人都覺得這一部分考你的就是近義詞辨析。那除了我們說有這些實際含義的詞彙之外呢，還有虛詞，讓大家頭疼的副詞，對不對？關聯詞，關聯詞其實倒還好說，因為有很多的固定搭配，你只需要知道每一個關聯詞表達的是一種怎樣的內容、怎樣的意思就可以了。比如說非常簡單的例子，雖然、但是表示轉折，對不對？你只需要知道這些，很容易就可以根據前後面說的話來判斷選哪個關聯詞了。除了實詞、虛詞，很多同學非常頭疼的是什麼？成語。漢語博大精深，大家已經到了6級了，對不對？應該要接觸到非常多的俗語、成語等等之類的表達。那4字成語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難的，因為它很多都是書面語，而且呢，看起來這麼一看，好像又看不出來它是什麼意思，對不對呀？所以4字成語可能呢也是一個難點。這麼看下來，老師近義詞辨析可真是讓人頭疼啊。其實不瞞大家說，不光是你們覺得頭疼，很多詞中國人看來也是傻傻分不清呢。那說到這裡老師就想給大家提一個醒，在我們閱讀第2部分的課程當中，老師要給大家講的不單單是怎樣去辨析這些詞彙，我們更應該把重點放在教大家怎麼去把這些題目做出來。也就是說，詞彙的辨析呢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，你需要自己平時多積累，多去用這些詞，憑你的語感，憑你的積累，來做近義詞的辨析。我們在課堂上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全部都給大家講到，因為漢語的詞彙太多了。6級的大綱詞有多少呢？大綱詞有5000個呢，怎麼可能通過我們短短的課堂都給大家講明白呢？所以知道了第1個不可能，是不是有點灰心了？不要灰心嘛，都說了是教你怎麼做題的。
也就是說，我們的課堂啊是教大家應对考試，出题人考你怎麼考，当然呢也就有对策怎麼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接下来的課堂上，重点跟着老師去學習怎麼來做閱讀的第二部分。除了近義詞辨析，其實還有一些詞我們回來還是異混詞。異混詞怎麼說呢？舉個例子，發音相同。漢語有很多光聽老師說可能對應的詞啊有歧義，對不對？很可能是 A， 也有很可能是 B。這就是為什麼大家一定要學漢字了，一開始就是頭疼的問題，但到了6級，相信不是什麼難問題了吧？比如說，給你一組詞，都是不祥，你來看一看，第一個不祥和第二個不祥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？其實啊，這兩個詞它的意思是不一樣的，只是呢，可能在出題的時候你也會遇到這種類型的詞，它呀只是發音相同，意思差別挺大的，所以不難。比如說第一個不祥，第二個祥，組個詞吧，詳細，對不對？所以第一個不祥就是說，你沒說清楚，你說的不祥，內容啊不清楚，不詳細。第二個呢？第二個祥，請你組個詞，吉祥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不祥啊是不吉祥的意思。這兩個詞只是看起來長得像，但是意思差別很大，所以不是難點。當然，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這些長得很像的漢字。除了發音相同的異混詞，還有一種是形近詞。其實第一個也有點像，第二個怎麼說呢？第二組，到達和達到這兩個詞用的字一模一樣，只是第一個是到在前邊，第二個是達在前邊。這種詞對於6級的同學來說，應該也不是難的地方了吧？到達後邊是到了哪個地方了，對不對？那達到呢？達到什麼樣的要求？達到什麼樣的目標？所以這個詞彙要怎麼學是一門學問。同時，老師要強調的是，你的積累也很重要。因為在6級的時候到6級了，相當於，也就是說呢，你應該是和中國人差不多了，在語言水平方面應該是半個中國人了。很多時候你一定要去把這些詞放在句子、放在搭配裡邊去記。你平時看的文章、讀的課文、和朋友說話、聊天用的句子，都是你要去積累的內容。你很可能就看到了一個固定搭配，然後就直接把題目做出來了呢。是不是这麼說有點太絕對了？不要着急，下邊就跟着老師一起來看一看，我們6級的第二部分，閱讀的第二部分，到底考你的是什麼？到底這種題目應該怎麼去做？怎麼做題？是不是大家考試最關心的問題呢？這個題目最重要的方法，大紅的3個字，請大家大聲的讀出來，是什麼？排除法。是的，沒有問題，沒有看錯，一定要用的方法就是排除法。為什麼這麼說呀？因為你很難在考試短短的時間內就把這些詞到底怎麼用，到底有哪些細微的差別弄明白、想清楚。但是人家留給你的空可不是一個呀，同學們，有3個的，有4個的，一個不會，咱看另一個，第二個不會，咱就去找第3個，对不對？總有一個空，你能排除掉2個選項吧？哪怕是排除掉1個也可以，至少不再是4選1了嘛，所以難度就會降低了。那怎樣去用排除法呢？在這裡教給大家4個小技巧。第一個，找固定搭配，也就是老師剛剛費了好多口舌在跟你們說的，要平時多積累。你要知道這個詞經常在什麼樣的句子裡用，你是怎麼用的，文章裡是怎麼用的，考試的時候它出來應該還是它那種用法，對不對？第二個，
找量詞、特殊量詞。一般啊，如果你碰到了量詞，那你就小小的偷笑一下吧。考試的題目當中，量詞就目前来看，出现的題目不会特別多，但是一旦你碰到了它，這道題目的分數啊，你一定要拿下。因為在漢語當中，量詞的搭配怎麼樣？它是固定的，對不對？這個量詞只能和一種名詞來搭配，所以當你看到量詞的時候，十有八九這道題目呀，通過它你就做出來了。再看第三個，找相似或相反表達。雖說這是一道近義詞或者是異混詞的辨析題，但是詞嘛，它總歸是要在句子裡邊用的，對不對？它用在句子裡，當然就是要把這句話的意思說完整、說流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很多時候當你做題的時候，這個詞前邊說了什麼，後邊說了什麼，整個這個小段落告訴你的內容是什麼，都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。具體怎麼去找這些相似、相反的表達，或者說文中的提示呢？我們接下來啊，就會在我们6級第2部分的課堂當中一一為大家解答。是不是已經按捺不住了，想要看一看老師你說的這些小方法真的那麼神奇嗎？不要着急，一起來跟着老師走。好，第一個我們說要找的是什麼？找固定搭配，一定要用的方法是什麼呢？是排除法，非常好，請你牢牢的記住，要用排除法，而不是讓你去死摳。發生和發動有什麼區別？發揮和發揚又有什麼區別？當然你知道是最好的，但是如果你不知道，不要慌，同學們千萬不要慌，跟着老師學完這堂課，整個系列的關於第2部分的課程，相信你呀，至少也能做出來那麼一大半呢。好，廢話呀就不多說了，哎呀，一講就講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我們呢，回到我們的題目當中來做一做大家最關心的題目，一起來讀一讀。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，人們可以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怎麼樣生產條件？提高資源的利用，還可以怎麼樣擴大資源利用的範圍，使資源更大的作用。當你讀完這道題目的時候，如果你不看選項，有沒有那些一看這個空你就想給它填一個詞上去的地方啊？有沒有呢？看一看老師標紅的地方，看一看你知道不知道，當你看到提高資源利用的時候，你知道不知道它的後邊應該加什麼？可能這個有些同學不太了解，是不是？那咱換一個詞，換一個簡單一點的作用。說到作用，經常說，你要怎麼作用啊？是不是你要發揮作用？不管什麼東西，你都要讓它發揮它最大的作用，對不對？當然，資源更不例外了。資源嘛，就是拿來用的，你一定要讓它的作用發揮出來，這個資源啊，才算是真正的用到地方上去了，用到你該用的地方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空，這一個固定搭配，大家應該到6級了，是一定要知道的，那就是，發揮作用。那你找一找4個選項裡邊，發生、發揮、發動、發揚，你應該選哪個？是不是更想選發揮呢？那到底對不對？我們再來看一看，再來看老師標紅的前一個，提高資源利用率，也就是說，這個比率呀，它要提高，利用率它呀就是漢語當中的一個固定搭配。也就是說，這道題目解題的關鍵是
如果你平時有在看新聞吶，有在讀一些有關那些比較書面化表達的一些文章的時候，你一定會知道的就是，或者說你差不多一定會碰到的，那就是利用率這個表達，還有就是發揮作用這個表達。也就是說，我們的前2個固定搭配是大家要掌握的。第一個利用率，第2個發揮作用。通過這2個空，你可以快速的選擇出來正確的答案。老師在這兒選了 B， 那我們翻回去，把這4個詞放在我們的句子當中，來看一看到底用的對不對。人們可以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改善生產條件。改善什麼意思？把它變得更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提高資源的利用率，還可以不斷擴大資源利用的範圍，沒有停止，一直，今天是這麼大，明天更大了，擴大它的範圍，也就是沒有停止，不斷的去擴大，使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。有沒有覺得不符合你語感的地方呢？沒有，所以這道題目已經做出來了。這就是老師說的，一定要去找一些固定搭配，大家平時也一定要去積累固定搭配。那当然不能只告訴你固定搭配，其他的什麼都不告訴你，对不对？我們一起再來看一看。剛剛說改善是變得更好了，那經常和改善在一起的小夥伴有誰呢？改善什麼樣的條件，也是我們這道題目給大家說的，改善生產條件。還有呢，改善環境，這也是經常和改善在一起的搭配。那除了改善，題目當中還有改良。改良是什麼？改讓它变得良，良就是良好，也就是說你這個東西它有不好的地方，經過改良它變得更好了。那比如說技術，經常技術要不斷的發展嘛，當然就有它發展的不夠好的地方，有缺陷，对不对？這個時候就要改良，讓這個技術變得越來越好。改進呢，也是經常和改進搭配的是方法，你這個方法不成熟，改進一下，使它变得成熟一點。好，那改革呢？改革比如說中國非常著名的有改革開放，也就是完全革除掉了那些舊的東西，是完全給它改掉了原來的東西，我們叫改革。所以很多時候看起來改4個改，乍一看頭暈了，但是你細細的分析一下，革是革除掉了，善變得越來越好了，良也是把不好的变好了，進呢是進一步提升了，它都是有一些細微的区別的，而且它的搭配不太一樣，這些呢就是平時你需要積累的地方。那我們再看再看我們的發揮，最後刚刚說发揮後邊呢，發揮作用，還可以發揮什麼？發揮你的聰明才智，發揮你的才能，這個都是可以的。發動，讓你動起來，是不是？發動群眾，讓大家去做什麼事情。發揚呢？揚嘛，揚長避短，讓大家都知道。發揚的是優點、傳統還有精神，同樣都是固定搭配，請大家積累一下。好，這個呢是關於我們第1道題目掌握了一些固定搭配，這些呢大家就可以用在你的考試當中去了。好，看完了第1個，我們呢接着再來看第2道題目，答案是 B， 沒有問題哦。好，來看第2道題目。第2道題目沒有任何提示，我們呢先來讀一讀。北京四合院之所以有名，首先在於它的歷史。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，大建設都城時起，四合院
就與北京的宮殿、衙署、街區、坊巷和胡同同時怎麼樣了？首先我們再來看第一個空，出題人非常仁慈，第一個空給了你一個不太難的地方，在於它的歷史。看過很多文章當中如果是這種書面的文章，都會說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，北京有非常悠久的歷史，對不對？所以它的固定搭配是什麼？歷史悠久，找一找 A、B、C、D 哪一個是悠久？是不是 A？ 當你看完第一空的時候，你已經做出來這道題了，剩下的2個空帶進去檢查一下。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起就怎麼樣呢？大規模建設都城時起。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，剛剛說差了，大規模建設都城時起，是不是都城的規模要擴大？大規模建設，四合院就與北京的1、2、3、4等等同時出現了。出現是什麼？原來沒有，後來有，人家就出現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們的答案是 A 選項。那 B、C、D 你怎麼去排除呢？先看 B， 就看 A。你能說歷史深淵嗎？親愛的同學們，深淵是什麼？首先深淵就是一個不好的詞，對不對？這是一道深淵所以你能掉進去嗎？你不能掉進去，你能用它來說好的東西嗎？你能說這個四合院它的歷史是深淵嗎？所以這一看就可以排除，那這個面積建立你也就不要再去糾結了。我們再看 C， 長久，歷史長久，請大家想一想，長久你會怎麼用？長久的友誼，友誼天長地久，對不对？它是說時間長，一般是长久的什麼什麼，所以好像呢也不太確定，那你可以放一放，但老師可以告訴你，一般不會說歷史長久那再看部分，大部分建設都城，對嗎？部分是整體的一部分，中國人家就在北京建設你要把这個部分放在哪裡呢？不能說在北京建一個首都建一個都城，再去南京建一個再去杭州建一個，這說北京是它的一個部分，不可以，所以部分也排除。所以創造呢也不用去看了，對吧？那是沒有你憑空創造出來的東西。再看 D， 燦爛，燦爛一般說歷史還是說有的同學應該想到了吧？文化，文化很燦爛，是不是？經常會看到燦爛的文化，可以。那再看後邊呢？格局，大格局建設，請問你見過這樣的表達嗎？沒有。通過你的語感也很容易把 D 去排除掉，是不是？所以通過這道題還是想提醒大家的一點就是，請大家用排除法。如果有好用的方法，你為什麼不去用呢？排除法可以幫助大家比較快的來做題。至於每個詞，如果你非常喜歡去研究漢語，一定想弄明白的話，一定要借助詞典，這是一個方法，教給大家查一查詞典，它會告訴你，這個詞具體的意思是什麼。第二個方法，請你多積累一下這個詞用在什麼樣的句子或什麼樣的固定搭配裡，這個時候也可以幫助你去掌握這個詞的用法，很好。所以一靠詞典，二靠積累，這些都是大家課後應該去做的功夫。而在課堂上真的詞彙太多了，老師呢只能說是點到為止，幫助大家簡單的了解一下。
具體的呢，我們後邊會分不同的部分來介紹，但呢也不会太深入，主要是教給大家方法。怎麼樣？我們的答案是不是 A 選項？有疑問嗎？沒有的話，繼續來看下一道題目。就是說呀，這個固定搭配用的非常多，所以如果你積累了很多固定搭配的話，那你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，應該不會覺得那麼難了。我們再來看這道題目更簡單，乍一看這麼多詞，這麼多句，這麼多小句兒呢，怎麼辦？讀一讀，讀完，相信你就知道答案了。自立就像支撐我們身體的骨架，使我們能站立，能行走，而不需要別人的依賴，則像一個正常人。怎麼樣拐杖？想一想哦，雖然可以借助拐杖的力量使自己舒服，但是時間長了，骨架就會退化。我們可能將無法自己站立。拐杖，請你告訴我動詞是什麼？你要怎麼拐杖？看一看，A B C D 給出來的搭配，扛拐杖。請問你有見過有人，假如這是拐杖啊，我就把它扛在肩上，扛着它走路的人嗎？扛着它幹嘛呀？拐杖是用來幹嘛的？幫助你走路的，所以是什麼？是使吗？使是使用有使拐杖這樣的搭配嗎？你見過嗎？沒有，所以使錯誤。C 呢？拄拐杖，這個聽起來是不是好像，老爺爺老奶奶拄着拐杖去遛彎兒，我爺爺走路腿腳不方便了，我給他買了一個拐杖，這樣他就可以拄拐杖，拄着拐杖，出去散步了，對不对？所以只有一個固定搭配，那就是拄。A B C， 那 D 給你什麼動詞了？更有意思，給了你一個捧，同學們做一做捧的動作吧。一束花，我捧在手心，对不对？捧是雙手把它捧起来。給你一個拐杖，你會把它捧起來嗎？你是把它扛起來呢，還是把它捧起来呢？或者說你是要想拄拐杖呢？當然，答案是 C 選項，拄拐杖。所以通過固定搭配拄拐杖這麼一個非常簡單的表達，我們已經把答案選在了 C。 一起再來看一看，把 C 其他的3個詞帶進去，句子通順嗎？自立就像支撐我們身體的骨架，使我們能站立，能自由行走。自由就是不受約束了，而不需要別人的搀扶。如果你走路不便，是不是希望別人扶着你，搀着你？這個沒有人吶，這麼叫搀，對不對？然後依賴則像一個正常人拄拐杖，雖然可以借助拐杖的力量使自己舒服，但是時間長了，骨架就会退化。我們可能將永遠退化了的東西你就沒有了，是不是？比如說退化，有些动物通過這種進化，它某些部位就退化了，它某些功能可能就退化了。那退化掉的東西，你讓它再回来，基本上是不可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可能将怎樣？将永遠，永遠无法自己站立了。那其他我們是通過拄來判斷，正確答案是 C 選項。其他的怎麼排呢？如果你不確定的話，你找一個，比如說我們就說一說這個 D 選項吧。這些副詞可能有時候對於大家來說比較難。終究你怎麼用？他終究還是去參加晚會了。這道題我終究還是弄明白了呀。終究就是 eventually，到最後終於怎麼樣？
經過了一番努力，或者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等等的，最後終於發生的那個狀況。你能說我們將終究自己無法站立？不太對。那我們看逐步呢？你都退化了，還慢慢的來呀？不行。那永遠，正確，始終。我始終和你，是站在一起的，我始終都會支持你，就是從開始到結束。人家說的是一開始是有骨架的，退化了你才不能去站立，對不對？所以也不能始終，不是從一開始就無法站立，也可以通過這樣一些簡單的排除來確定我們的答案呢是 C 選項。好，接着趁熱打鐵，繼續再多做2道題目。眾所周知，海洋中有豐富的生物和礦產。殊不知，海水本身也是宝藏之一。海洋学家在長期的研究中发现，深层海水是海洋的什麼？富含大量微量，又給你留一個空，營養十分豐富。若能怎麼樣利用深層海水，將會使人類受益無窮。是一個科普類的文章，這種文章呢用詞可能就比較怎樣了？都是一些固定的說法，有可能有的同學会覺得比較專業，是嗎？其實也不至於那麼專業，你多讀2篇這一類型的文章啊，它常用的那些表達你就掌握了。所以在這裡再提醒大家一句話，到6級了，不要只去看某一類文章，你應該多讀一讀不同類型的文章。有的同學啊就跟老師說過，說老師啊，這次6級考試考的題目都是和歷史有關的，我真是一篇都看不懂啊。那你都到6級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只看故事吧，对不对？什麼歷史類的你讀2篇，地理方面的你讀2篇，科技類的你再讀2篇，不用多讀，經常讀2篇，考試呀也不會考你特別偏的內容。你呀需要的是一種廣泛的廣撒網，各種類型的文章我都知道那麼一點兒，那至少這一類型的那些用法，那些固定搭配我就知道一些，是不是？所以同學們一定要擴大自己的閱讀範圍哦。我們再回過來看我們這道題目，老師給大家標紅的有2個地方，第一個是有豐富的生物和礦產什麼，然後後邊第2個是富含大量微量，後邊是什麼？通過這2個選項，我們來看一看這些固定搭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說到生物和礦產，這些都是大自然的饋贈啊，都是你可以拿來用的東西，我們叫它什麼？叫它資源。非常好，生物和礦產資源。那富含微量，有的同學可能應該是知道，有的同学可能不知道，這裡啊也是一個固定搭配，那就是微量元素和化學類的有關的。那我們的答案通過老師標紅的這2個小部分已經得出來了，答案是 B 選項。礦產資源、微量元素，這是2個非常重要的固定搭配。其實它不是不常見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話，那只能說老師要提醒你，你閱讀的文章的類型不夠多。因為礦產資源、微量元素這些啊，其實我們生活當中也經常是會看到的，只不過這種文章的類型可能不是你經常读的。好，在這裡呢，老師呢想跟大家呀繼續再來看一看，分析一下，如果僅從第1個空的4個選項，能不能順利的排除掉其他的那些不對的選項呢？其實是可以的。比如說 A 給你一個資本，說到資本，有一個經常說的一類人，他們是資本家。資本家怎麼樣？有錢吶。資本經常一般呢都是說沒有資本，有沒有資本是
指錢方面的東西。當然，除了錢，现代呢，還有其他方面的，但主要的是說錢。資源呢？資源那就是自然資源、生物資源、礦產資源、太陽能这些呀，都是屬於我们還有什麼？还有什麼可再生的，不可再生的都有，這些呀是資源。除了資源，再看 C 物資。物資是什麼類型的詞呀？你會在一些新聞報道中可能會看到，物資呀其實是物品的意思。如果說你有看過一些關於自然災害，或者說關於一些地震等等這樣一些文章的報道、新聞報道呢，大家應該會經常看到一個固定搭配，就是救災物資，就是很多的東西，它其實就是物品的意思，但經常用的表達是救災物資。最後一個是能源，能源剛剛也說有清潔能源、再生能源。能源和資源有什麼不一樣的呀？能源其實是能給你能量的那一些，比如說風能、電能、太陽能這些呀，你可以叫它是能源，可以幫助你有產生能量的東西叫能源。好，能源經常的有清潔能源、再生能源、可再生能源等等这樣的一些固定搭配。所以呀，我們通過僅僅看第一個空的4個選項，如果你都知道它的意思的話，也是非常容易能夠選擇出來正確的答案，那就是我們的 B 選項的。好，看完了 A 其他的老師呢就不在這裡多給大家說了，因為呀，你通過這個排除法呢是很容易能夠得出來問題的答案的。其他的詞彙，如果在其他的題目當中碰到了，或者說你特別想弄明白，充足充分到底有什麼區別呢？我們後邊呢也會講到，大家不用着急。我們再看。這個你看看固定搭配考的題目有多少呀？老師隨便找一找就翻到了這麼多的題，還沒做完呢。我們接着看，時間抓緊了啊！隨着環保概念不斷深入人心，動物皮草已經不再是炫耀奢華的什麼？一連留了2個空，這真是有點難啊！什麼樣的是同樣具有高貴氣質的仿皮草材料？仿真的材質，適中的價格，加以最什麼樣的款式，仿皮草成為越來越多愛美的新寵。經常和愛美說到這兒，就特別想脫口而出啊！就到這兒了，不看選項，老師都想給他把它補全了。是什麼？愛美人士。這個呢，也是今天要讓大家掌握的一個搭配。人士就是這一類人，比如說這一類人他都愛狗，我們就說他是愛狗人士。各界人士，不同地方不同領域的都聚在一起，這叫各界人士。所以通過最後一個空，如果你有足夠的積累的話，這道題目已經輕輕鬆鬆的被你做出來了。我們選擇C 選項，把它帶進去。動物皮草已經不再是炫耀奢華的裝飾，它是一種裝飾品，取而代之的，也就是說，前面呢說動物皮草，說它呀不再是，所以否定掉它了。那否定掉它肯定的是什麼呢？是仿皮草材料，也就是說，仿皮草材料把它給怎麼樣了？取代了。我們用一個4字詞，取而代之，把皮草取代了，對不对？代替的是拿這個仿皮草材料來去代替，所以用取而代之。再看仿真的材料，適中的價格，都是在誇它呢。加以最時尚的款式也可以，款式比較時尚嘛，非常的 fashion， 對不對？仿皮草成為越來越多愛美人士的新寵。
所以我們的整個段落是完整通順的，意思沒有問題。那看一看其他的幾個呢？那我們說一說大家比較關心的這個成語怎麼去排除它呀？你要知道它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優勝劣汰，優勝劣汰就是他們幾個呀有競爭，你強你就勝出了，你不行你就被淘汰了，是不是說它不行了呀？其實也不是，但是呢我們說呀，在這裡只是說它不再是這個主要的了，可能有些東西把它取代了，但并不是把它淘汰了，所以这是有区別的。再看供不應求的，你要看一看句子的意思呀，不再是 A， 所以呢而是 B， 要有這樣的一個細微的轉折，對不對？你不能說供不應求的是同樣具有怎麼樣，也是放在這裡，它其實是不通順，是邏輯上的問題。再看層出不窮呢，一層又一層，永遠都消滅不完的那種感覺，是不是？可以說什麼問題層出不窮。所以我們看一看呀，其實這個成語呀，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意思，才很容易做得出來。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不建議大家直接去，我一定要把這麼多6級當中要考的那些成語呀，我都背會。這個其實如果大家時間不夠的話，比較難，因為量很多，而且背多了有時候容易混淆，是不是？所以當然你一定是要平時積累，但是不建議你就直接說是我一定要盯着這些成語，我就要去學會它，考試的時候我就要通過它去判斷出来，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同學們用排除法，一定要找你擅長的那种，比如说我就擅長找一些固定搭配，我就擅長這些形容詞，我知道它應該怎麼用，這些是我擅長的，所以呀用你擅長的方法去做排除。很多時候呀，你去看這些選項，比如說什麼樣的款式，你可以說時髦的款式，可以說時尚的款式，可以說新穎的款式，對不對？所以呀，有時候呢，這種某一個空不太容易能夠讓大家判斷出來，你呀一定要結合其他不同的空來做這道題目。好，不多說了，我們呢再多做一道題，好不好？再來鞏固一下啊。除夕，這個是講除夕的。除夕是春節的前夜，又叫年30。空，古時候有個兇惡的怪獸叫豨，它就叫豨啊。每到歲末便出來害人，不太好。後來人們知道豨最怕紅色和大的聲響，於是年30晚上，家家戶戶怎麼樣？紅春聯，燃放鞭炮，把豨趕走，以求新的一年。這種什麼樣？從此流傳下來，年30晚上便稱為除夕了。是一個文化類的小段落，告訴你的是為什麼年30叫除夕，對不對？讀完你也知道了。在這裡只想讓你做一個空。什麼樣紅春聯？過年的習俗有哪些？知道，肯定你會說給壓歲錢嘛，錢吶，真的小孩子都是很喜歡的呀，現在都希望有人給我壓歲錢呢。除了這個，還有掛紅燈籠，掛燈籠這個動詞是掛。那春聯呢？我要把它貼上去，貼在牆上，貼在門兩邊的牆上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這裡要用的動詞是我們的貼春聯。那我們再來看一看，答案呢就是 A 啊。再來看一看，把 A 的其他3個詞都帶進去，有沒有不通順的地方？傳說，不是真的，是傳說。傳說古時候有個什麼樣的動物，它叫年，怎麼樣？家家戶戶貼春聯沒有問題，燃放鞭炮就把它趕走了，以求新的一年安寧。因為它呀不好嘛，我們都想過平安寧靜的生活，對不對？
所以是安寧的生活，這呢也是一個固定搭配。這種習俗，剛剛也說了，春節有很多習俗，對不對？這是習俗之一。這種習俗從此流傳下來，然後呢，年30就叫做除夕了，沒有問題。所以我們的答案是 A。看完了怎麼通過這個動詞，比如說，折是把它折起來，對不對？一個對折這樣子，或者折斷。抄呢？抄春聯嗎？我們是貼春聯。有的同學說，老師，那我粘春聯可不可以？其實啊，這個粘吶，你要說它錯，不一定是錯，只是說我們呢。一般呢，不說去粘春聯兒，我們很多的這種語感吶，或者說經常大家使用頻率比較高的是貼春聯。但是如果你有疑問的話，你再通過其他的選項來排除一下。我們就看這個形容詞吧，沒有講形容詞是不是？說安寧是這個平安吶、寧靜啊，說這個生活呢是非常順順利利的、安安寧寧的，對不對？那安詳形容的是什麼？這位老人啊，他看起來非常安詳，對吧？他呀一般形容的是人，所以呢 B 不用。平靜，以求新的一年平靜。平靜的反義詞是就是不太平靜，比較煩亂，對不對？所以這裡不是平靜的生活，不是有人去打破你平靜的生活了，而是說你希望是一種平安的生活，因為它很兇惡，所以更合適的是安寧。最後一個是寂靜，寂靜是什麼？是沒有聲音，對不對？非常寂靜，寂靜的山嶺這樣的搭配。你剛剛如果有疑問，有的同學說，那我知道折和抄不行，那粘和貼，好像粘貼嘛都用，那你是不是可以通過寂靜把 D 給排除掉？你不能說以求新的一年寂靜吧？你家真的是話都不說了嗎？是不对的，同學們。前面也有提示，這是一種兇惡的、不好的。我希望呀，我的生活是平平安安的，所以最佳的選項還是 A 選項。是不是一定要用排除法來做，題目才會變簡單呢？所以這也是講了這麼多題呀，要強調給大家的。好，說了這麼多，終於呀，把這個排除法第一條。固定搭配，這些簡單，這些題目其實有時候不簡單，是不是？這些題目都教給大家了，題目呢都是選自真題，選這些題目其實就一個目的，讓大家呀多用一用這些排除法，讓大家呢多看一看，經常會考的是什麼類型的這些固定搭配呀？你是不是就有感覺了？這種固定搭配，大家一定要平時多積累。所以，如果你想順利通過考試，我們說這是一種應試類的技巧的話，你呢就用老師的方法，用排除法來做這些題，用固定搭配，來去積累，去排除其他的選項。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歡漢語，當然也希望大家呀能夠把漢語學得更好呢。大家遇到這些不確定的近義詞或者行進的詞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用一用詞典。經常使用的不是有什麼 Placo 之類的嗎？你多去查一查，看一看到底有什麼區別。這個呢都是大家課後的功夫。功夫呀，一定要用在平常考試的時候，才能發揮出它的作用來。发挥作用，是不是我們這節課學的固定搭配呢？好，不多說了，聽課聽了這麼久，累了吧？如果你有考試的話，祝大家考試順利；如果你沒有考試的話，就好好學習吧。我們呢，下節課跟着老師再學習。同學們，再見了。